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密。今天節目的大主題，我們會來關心到的是，美加正式的開戰了。川普對加拿大課徵，針對他的汽車的進口要來課徵50%的關稅，結果反噬了自己。加拿大的總理卡尼這時候掀桌，還喊說會跟美國抗戰到2029年，而美國現在對於這個加拿大祭出的關稅政策，直接傷害的是它的3大車廠，包括了福特、通用、Stellantis 等等的廠商都先遭殃。另外呢，这個加拿大的部分還針對於美國的化肥礦產來做全面的反擊，紅州選票恐怕先崩潰。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深度剖析。好，先歡迎在場來賓，首先歡迎前資深外交官介文汲介大使。思密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清華大學時事評論員王尚志尚志哥。思密好，觀眾朋友大家好。好，還有清華大學講座教授張延廷張將軍。思密好，大家好。好，觀眾朋友，今天節目開始，記得幫我們節目按讚，寫下思密我在哪一個城市收看，寫下熱推，並且按下熱推鍵。好，環球大戰線的會員頻道已經成立了，趕快按下加入吧。今天有關於美加之間的這一場戰爭，我們要來趕快看到的是，真的現在這一場貿易戰越打越嚴重了，因為最新消息，川普提出來的要針對加拿大製造的汽車、卡車以及汽車零組件關稅，一口氣從25%提高到50%，他是希望用高關稅來逼這些加拿大的車廠，還有呢相關的供應商，趕快的把你的生產線搬到美國來吧。結果我們來看到的是，加拿大真的會願意低頭嗎？趕快來看到加拿大總理的一個最新喊話跟最新的反制。他說呢，兩國現在正式進入戰爭的狀態，放話說我要打的是一場長期的抗戰，甚至要在川普任期結束，他都會一直打下去，並且趕快提出了9月8號開始對美國的商品採取$1對$1的報復性關稅。這一些打的商品包括了有鋼鐵、乳製品、家電、農業設施、紙漿跟紙業電子產品等等。加拿大一共呢還要求了這個要驅逐美國駐加拿大大使的一些人員的一個請願，現在聯署書更是已經突破了20萬人，整體的氣氛對美國是相當的不滿意的。而我們要來看到美國對加拿大課徵這50%的超高關稅，表面上是打加拿大，但怎麼回事呢？現在最被逼到牆角的竟然是美國的3大汽車商。我們要來看到有哪3大，包括了有福特、通用跟這一間公司。川普的這個50%的關稅戰，為什麼說是先逼到這3家廠商呢？因為我們要知道其實早就已經建立好美墨加3個有關於汽車產業在北美的一條很完整的供應鏈，在過去的數十年間，一台車可能會在加拿大來生產它的車體，在美國來製造它的引擎、變速箱，再透過墨西哥這邊來完成包括了零組件的生產，最後再回到美國來組裝。但是隨着川普的關稅戰打下去，整條的汽車供應鏈可能被打壞，而這當中影響的，先來看到福特，加拿大的安大略省這邊呢，福特早就已經投資大約是$30億，並且在這邊生產大型的皮卡跟商用車。而通用的部分在這邊同樣有生產皮卡之外，還有引擎、變速箱等等，都是在加拿大這邊有重要的生產基地。Stellantis 的話，旗下還有包括了多款的車款，在加拿大同樣是有這邊非常重要的生產布局。而在川普的關稅戰的消息一出之下，立刻重挫了這幾家廠商的股價。這2家包括了福特跟 Stellantis， 它的股價一度是跌了4%，通用的部分下跌幅度高達了2%。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先請教尚志哥怎麼看了，到底是誰先撐不住？是這3大車廠呢，還是加拿大先撐不住？那美國希望把產線搬回到美國，從加拿大搬回到美國，真的有可能嗎？還是反而只會推高美國自己的車價？這一場關稅戰到底對誰比較不利？尚志哥怎麼看？是的，思密好一個加拿大，所以現在全世界都有說，他這次採取的是中國式強硬來面對於美國，因為過去沒有了。過去美國跟加拿大很多的衝突的時候，引用的法令都是232條款。那232條款當然也說得很重，可是事實上232條款是在什麼呢？它會是在美國、加拿大跟墨西哥的這個特惠的待遇之外，的特惠國特惠待遇之外，然後再加碼。但是這一次引用的是很嚴重，1930年
100年都沒有用過的這個338稅法哈，所以這次部分是什麼呢？就管你該先前跟加拿大有簽過怎麼樣的這些所謂的貿易的這個特惠條款，全部都不算數。而在這談判過程之中，我們也都清楚感受到，基本上它是直接就談判破裂，沒有在裡頭這個廝殺很多次。除了這個美國這個川普當中以及他們貿易代表團非常不合理的要求，因為這次美國有要求到加拿大的一些主權的一些要求，比如說你的一些供應的部分，你很多東西甚至是在這個貿易之外的很多要變成用美國的標準，所以這次引發非常大，也難怪全加拿大都支持對於美國這次的這個主要的這次的這個稅務抗爭。但這裡我們要了解幾個時間點，是這樣子，大家這個時間點還跟這次汽車業蠻重要的。首先，美國在8月22號說實施就實施了 ，OK， 這個50%的關稅，但是沒有包括全汽車，它是只是有部分的這些條款哦。但是也不能小看哦，因為以前跟加拿大都是对它的鐵啊、鋁啊這些東西出手，這次美國出手是包括民生哦，包括化妝品、包括家具、包括體育用品，跟剛剛我們電視上看的這一些哦。好，我們來看汽車業。第二，8月22號是美國先出手。再來，9月8號，加拿大对於美國所有的這個對等的關稅50%，真正的出手。再來是2027年1月1號，美國就全部的包括汽車業的全車。所以你看到3個時間點哦，3個時間點是互相疊加，也就是大家不要以為是美國科高關稅，沒有嘛，這次是加拿大反過來課你關稅。好，為什麼汽車業衝擊這麼大？首先，我們要了解美國汽車業當中，作為一個幾十年來的一個產業鏈，加拿大是作為它非常最重要的便宜的零組件的供應鏈，包括維修的各方面的機殼，不是小東西哦，都大東西。好，是這樣子。美國現在任何一部車在美國賣，它是什麼概念？它是要到加拿大送過去，再送到美國，大概2-3次，因為有一些零組件跟組裝的部分，加拿大也在分，所以你現在怎麼辦？美國你只要過境來我就50%，然後你去加拿大也50%，怎麼活啊？所以現在大家現在估算，大概對於美國汽車哈，如果我們剛剛講這3個時間點疊加，特別是2027年1月1號之後，所有的美國大大小小的汽車，平均每一部要多增加平均6500塊美金，20萬台幣，小車也是而且要知道，在加拿大這邊很多是美國非常主要的它不是家庭大型的 SUV， 包括皮卡，這些都是怎麼講呢？說家用跟農用各方面最普遍的這個車款哈。所以我們現在看到3大車廠怎麼辦？他們如果呢全部都移回到美國來制造生產嗎？不可能啊！特別剛剛提到那是 Stellantis 的這家，它有好多 Jeep 那些都是它的品牌。它事實上先前還剛在那邊蓋了一個新的汽車工廠呢。這3家汽車工廠都集中在安大略省，所以就是它的集中的傷害度不是分散的，會很清楚的感受到，比如勞工如果部分就被裁員等等。所以這裡頭其實當然對於美國、加拿大有衝擊，但是美國汽車業是一個結構性的衝擊，想都沒有想到。所以現在大家特別關注的是，在這個美加當中，我們知道川普有時候會改來改去，但是也不能，這次其實加拿大的強硬是，包括卡尼也正式說，他說他不要再認為有任何的僥倖，也就是說面對這個美國當中，仿佛把你關稅取消，又時而仿佛賞賜給你，但說變臉就變臉。在這次卡尼的公開當中，他說他們需要的是一個穩定的關係，也就是說這次。包括加拿大這麼樣的強硬，不只是對我們剛剛提到的這個汽車業這個特殊的美國加拿大這個產業的捆綁的結構，對於現在全部美國的剛剛講民生用品也都會有強烈的影響。好，所以我們看到這一場這個川普針對加拿大的這個關稅戰課徵50%的汽車的部分，現在看起來反噬的是美國自己的汽車產業哦。那另外一方面，卡尼呢強硬到底哦，他這一次呢決定要做的是精準打擊來打美國，那他選的也是非常的厲害哦。具有政治意涵的，包括了影響到的是美國的紅州，川普的紅州的選票。那這當中呢，包括了有工業的部分、製造業的部分跟農業。我們來看一下細節。加拿大準備反擊美國的部分，包括了鋼鐵、農業設備、家電、電子產品，這些都有包括企業跟工人在背後，也都是紅州的選民。再來，尤其影響到的就是密西根州跟俄亥俄州這一
一些地方是美國重要的汽車製造的基地，也是這個很重要的製造業的基地，所以是川普不能失手的工業選票，所以卡尼打在這裡也是有意義的。再來，加拿大還握住了另外一個很關鍵的，就是掌握了礦產，這當中包括了鈾、鎳、鋰、鈷、鉀，這些礦產是大量出口給美國的。如果美國的農民現在拿不到這些鉀的話，就代表他們沒有辦法拿到鉀肥，直接影響到的是川普在中西部的這些農業選民，也就是紅州的農民的票倉。所以卡尼打的牌到底底氣來自於哪裡？來自於礦產、能源、農業跟這一些製造業等等嗎？介大使怎麼看？對，所以你剛剛提的非常正確，就是他現在是用一種精準反制的方式，都是針對這些紅州他們重要的產業出手，這樣子的話，就造成這一些政治上可能是怎麼講，讓這個美國的這個期中選舉的話，最後結果對川普更不利。那川普如果說他在這個選舉中失利的話，很可能他的這些所謂的貿易戰他可能就會改弦更張。那國內的反對聲音也可能會更有效的影響美國的政策。所以基本上他是反制的是精準反制。那他的產品就是主要都是生產或者使用於民共和黨的這些票倉的州。所以這是他一個策略。那第二個就是說，他還有一張牌他還沒有用。就是說這個能源牌。事實上，美國的進口的石油裡面有一半的來源就是加拿大。那這次是美國沒有對加拿大的石油進行什麼任何的這些關稅的這種怎麼樣抵制，沒有不在美國的制裁清單裡面。這也顯示這個石油這個項目的話，可能是加拿大他手上的一張牌。不過對於加拿大來講，當然他也不希望就是說自己的禁運被迫的禁運，讓他的這個跟美國的貿易上的這個比較獲利的項目更縮減。不過這是他可以使用的一張牌。如果在未來的時候，那現在可能不是這個時候。不過整體來講的話，這個只要看一個基本盤就很清楚這一場貿易戰誰可能是贏家，誰可能是付出代價比較大的。這個基本盤就是說，加拿大的所有產品的出口73%都到美國。這是過去他對美國市場的一種因為雙方是搞經濟整合嘛，你這個就是說美墨加貿易協定之前還有北美自由貿易區，這都是怎麼樣？都是彼此在做經濟整合，彼此之間給予的關稅那麼都是低於彼此給其他這個經濟整合以外的其他國家來的低很多，所以他們是一個共同市場的概念。那只不過沒有想到美國翻臉了，而且美國翻2次臉。那麼川普 1.0 的時候就說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是全世界最爛的一個協定，這是美國喪權辱國的協定，所以一定要重簽。所以又重簽了，跟加拿大跟這個墨西哥重簽了改名不叫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改名叫美墨加貿易協定。這裡面已經把這些給加拿大跟墨西哥的一些優惠的關稅的待遇，還有優惠的貿易待遇都已經取消了很多了。所以已經整過一次了，川普 2.0 又來整一次。所以美國這次是明明白白的怎麼樣？是撕毀協議。你今天你要雙方還有協議的時候，你單邊怎麼就修改你這些所有的這些條款？這是非常非常不守信用的一個做法。所以加拿大也沒有別的選擇，就是有什麼激起來應戰。不過呢，美國對加拿大市場的依賴度相對小很多，美國只有15%的產品那麼是銷到加拿大。所以這一場貿易戰現在看起來基本上加拿大要佔上風的機會很少。只是說他在這個過程中他有一些意外的這些政治跟經濟收入。政治就是說全國很團結。第二個呢，然後呢，他們也成功的把他們的市場分散到歐盟，分散到中國大陸，減輕對美國的這個依賴。不過這麼大一個國家，你說它會立刻造成經濟的崩潰也不會。因為目前的互相的這個報復的項目不過200億美金。不過長此以往的話，我想的話，這個如果不改的話
兩敗俱傷，受傷的比較重的還是加拿大。好，所以我們看到這一場關稅戰，現在看起來確實對加拿大也會有一定的衝擊。但是呢，因為卡尼背後有非常多現在來自於全加拿大民眾，超過70%的民眾都強力的支持這個對川普繼續的強硬。那再加上卡尼他其實打的就是這種精準打擊哦，所以對於川普來說，這個傷害還是相當重的。尤其剛剛我們也特別提到了嘛，卡尼打在不管是製造業、工業上面，那影響到的就是紅州，包括了密西根、俄亥俄州這些工業州，接下來对於川普的選票壓力有多大？張將軍又怎麼看？我認為這一次川普是針對的汽車、卡車這些的零件組件來課稅，從25%提升到50%，那總額度大概就是200億美金。那我們知道，在去年2025年，美國跟加拿大之間貿易雙方的貿易額總共是9000億，9000億你現在是200億，我認為比例不大。但是問題是影響到美國走上貿易保護主義，我要課稅來保護自己。其實美國在這一方面，我認為雖然金額不大，但是問題我認為美國的這個影響倒是蠻大的。你看看第一個，現在加拿大對美國的這些加拿大它很大，998萬平方公里，美國是983萬平方公里，加拿大的面積比美國還大，只是它的緯度高嘛，但它面對的是北極圈啊，是這個樣啊。加拿大礦產最多，包含鈾礦啊，就是我們講到的我們核能發電啊，那加拿大就產這些，那其他的包含鎳、包含鋰、包含鋰、包含鈀等等這些，還最重要的稀土。我們知道稀土還是要替代來源，因為中國大陸对稀土对美國的出口做管制，那你要去找替代來源啊。其實加拿大就有稀土，因為從加拿大畢竟地廣人稀嘛，它比美國還稍微大12萬平方公里，但是它人口只有4100萬呢，跟美國比起來少得多啊，所以它是非常很典型的地廣人稀，那就開採稀土嘛，因為稀土會對環境有所破壞，那你為什麼？那是剛好利用加拿大就近嘛，又是地利之便，兩個邊境相連，是不是就可以了？那第三個我們可以知道，你為保護而保護啊，你這是一個我們知道貿易在互通有無，比較利益法則，你便宜的賣給我，我便宜的我也賣給你，大家我們都雙贏嘛。那你現在一做貿易保護，你是不是美國的產業政策、美國的勞工政策、美國的這個供應鏈是不是出了問題？是，你要檢討這些，這些是本，不要光只是治標。你这樣課這200億。這個從25%變成50%，問題解決了沒有？還是沒有解決嘛？最後一個，我認為啊，這個是會外溢到政治矛盾。因為大家你要把我變成第51種，大家反而變成群情激憤。我認為外溢到政治的方面的話，反而會影響美加之間的政治跟外交的關係。好，謝謝張將軍。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好，再來看到的是解放軍4艦，這個時候打穿了宮古海峽。日本的方面則是急造它的30人巡邏艦，真的扛得住來自於中國大陸的各種海上的壓力嗎？另外一方面，中國大陸至日本還有包括了稀土上面的管制，現在呢整個出口已經砍半了。高市這個時候急派他的破兵團到北京，真的能夠有效嗎？那麼抗中是不是已經撐不住了？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做深度的剖析。好，中日關係現在說呢，又來到了一個最新的一個危機點了嗎？來看到最新消息是，中國大陸的海軍一共是達到了4艘的軍艦，這個時候分成2批，穿越到了宮古海峽之後，就前往了西太平洋。日本自衛隊可以說是全程在跟監的，但是在這個軍事不斷升高的這個壓力之下，我們看到日本的跨黨派議員搭上了飛機，前往北京去，急着和中日之間去建立一個比較稍微緩和一些的關係。我們先來看到軍事上面剛剛特別提到的消息，4艘船艦的部分哦，這是來自於日本防衛省最新的通報。解放軍日前一共是派了4艘的軍艦，分成2批來出去，包括到了宮古島跟西太平洋地區。首先我們來看到第一批的部分，是052D 的飛彈驅逐艦，
日克則見。成軍後說，首度的執行了遠洋任務。首次就是選在宮古島、宮古海峽，還有呢，在這個西太平洋地區。那當時搭配的是054A 型的宜興艦，第二批又出的是052D 的包頭艦。在這個部分呢，同樣也有054A 的玉溪艦一起來穿越宮古海峽哦。4艘軍艦當中，現在呢備受大家特別關注的就是我剛剛特別提到的日克則艦。好，日克則艦服役的時間大約已經達到5個月了，是首次的執行它的所謂剛剛提到的遠洋任務。那目前做了一個初步的統計，052D 的數量，它的已經達到了35艘，後續當然還會有新艦持續的建造當中。而近年呢，可以看到的是政治意味濃厚，因為它不斷的穿越宮古海峽，一直不斷的增加它的數量哦。這個等一下我們來做解讀，在政治上面的訊號。那日本方面，我們要來看到它派出它的船艦，這個是鷹級的近海巡邏艦。從2027年開始呢，它就正式的接手跟監中國軍艦的任務。那麼原本在做這些的神盾艦跟驅逐艦，它就可以再回復到以前執行防空跟反潛的任務。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先請教張將軍怎麼看中國大陸的軍艦？剛剛我們提到的，包括了穿越宮古海峽之後，突破到整個第一島鏈，現在已經變成一種例行性的演習了嗎？本來是用小型的這種日本方面哦，這個鷹級的巡邏艦，我們剛剛看到的這一艘，那麼現來監視，也凸顯說中日現在在海軍的軍力的差別已經越來越大了嗎？張將軍怎麼看？我認為這個中國大陸隨着它的海軍這個戰力、還有兵力、還有艦數增加之後，它會做常態性的跨島鏈遠海訓練。那因為現在我們知道北邊的話裝宮古海峽，宮古海峽比較寬，那宮古海峽穿越宮古海峽，那很簡單，單純的就是對着日本。然後你往南邊的話，對的是巴士海峽，巴士海峽沒有日本，日本到最邊拉到最南邊就是與那國島，你穿越巴士海峽就是台灣跟菲律賓呂宋島。那對日本會形成壓迫嗎？不會，那反而就在放在宮古。那最北邊的軍清海峽，那是面對的是俄羅斯。所以我們來看，中國到最常態參與就是宮古，那出島鏈就是宮古出島鏈，這是最常態性的。而且中國大陸海軍多了，現在航空母艦有3艘，那不可能一直在島鏈內嘛，它一定要出島鏈外去才叫遠洋拉鏈啊。那所以那穿越宮古島鏈的機會可能越來越多。這是第二個。那我們一看。日本是現在說實質的監視還是形式上的這種監視？我認為現在它由實質走向形式上，因為現在日本它現在的這個海軍跟中國大陸比起來，它噸位還有這個艘數，整個來看是相對遜於中國大陸。那你今天在這一方面，你是不是要在節約兵力上面來做考量？你不要說是大噸位，你噸位你有那麼多的艦數都要去出勤執勤嗎？未必哦。所以要站在兵力節約的原則，日本會派這種噸位數比較小的軍艦來考量，那這樣的話比較靈活機動。不要忘了，日本是兩面受敵，北邊有俄羅斯，俄羅斯一樣會給他壓力。這個西邊的話有這個中國大陸，它是兩邊要應付，不是只是單邊應付中國大陸而已。北邊的俄羅斯對日本來看也是形成軍事壓力。第三個，美軍在這一方面的對日本在這方面的軍力上的加持減弱。我们知道華盛頓號現在在哪裡？已經往中東去了。那華盛頓航空母艦要去取代，因為林肯號航空母艦執勤要告一段落，它要接替林肯號。那你現在沒有任何一艘的美國的航空母艦在西太平洋，對，那這樣是不是戰力空虛？那美軍在這方面要負擔更大的勤務跟它的區域的責任，所以在這一方面它會做相應的調整，而不是大兵力的對中國大陸。那這樣的話，他把所有的責任都頂下來，那這樣子，我認為他到時候變得兵力調度上，日本在這方面會捉襟見肘。好，這個是軍事上面，我們看到中國大陸最新對日本的施壓，那日本現在也是靈活的來應對針對於船只的噸位等等，它的調控也靈活的來應對。其實呢，中國大陸的施壓不只是在軍事上面而已，現在對於日本來說，另外一個非常大的壓力就來自於經濟上面的施壓。中國大陸繼續限制包括對日的這個稀土的管制，還有它的水產的出口，日本的水產出口。好，我們來看到幾個重要的經濟線的數字，首先是最新統計，中國大陸7月份對日本出口的稀土磁鐵只剩下111噸，較去年同期可以說是直接砍半。
最重要的是，我們特別關心到的是迪跟特的重稀土，它非常的重要因為呢是電動車馬達，也就是日本一直積極發展的這些產業電動車、工業機器人，還有日本要做的軍用的飛彈、雷達、航空的必需品，現在面臨全面斷供到現在日本只能靠着這些原有的庫存來苦撐着。再來，我們剛剛講到的水產的部分，日本包括它的福島等10個都縣的水產品持續的受到中國大陸的限制，民間的壓力越來越大，但是日本官方也沒有任何的辦法。所以在這個時候，我們看到我們刚剛特別提到的日本跨黨派議員組團前往北京，希望能建立更好的關係之外，現在說呢，接下來的另外一波就是日本的商業代表團也準備要訪中了。日本企業撐得住嗎？這些官員現在去還有用嗎？那麼中國大陸的稀土的殺手鐧對於日本的擴大影響力，現在到底又到了什麼程度？大使怎麼看？对，中國大陸對日本的稀土的禁運現在對日本企業正這個造成巨大的這個供應和成本的壓力，供應短缺，成本提高。所以雖然目前的這個整體的狀況還不到這個全面潰敗、全面崩潰的這一個地步可是也只能說日本的整體的企業大概尤其是製造業現在正在咬牙苦撐，而且呢努力找尋出路所以呢這個是一個非常這個危急的一個時刻。所以你就看日本的這個工商業界的代表團體絡繹於途，想要去中國大陸訪問，可是都不得其門而入，甚至他們有一個關西地區的一個很龐大的一個工商团體代表團，本來說10月要去，希望去中國大陸訪問，中國大陸就告訴他說10月不要來，10月我們忙得不得了，我們11月要辦 APEC 峰會，你要來的話，等我們辦完 APEC 峰會你們再來。所以基本上對日本這方面是就是說冷處理，那這樣造成日本更多的怎麼講壓力。不過整個來講，你剛才提到了，就是說事實上的話，有一些關鍵的稀土事實上那個日本從中國大陸進口量都是暴跌到差不多只有同比的這個20%左右，那個80%的量都不見了。那部分稀土的這個從今年年初到年中甚至它的出口降為0，那所以那個還有就是說稀土磁鐵也幾乎腰斬，所以這些都是很關鍵的這一些稀土日本現在都缺貨，當然了整體來講的話也不是完全斷供，也不是所有的這個稀土所謂的重稀土部分都完全斷供，還是有一部分能夠進入到日本，只要他申請的時候能夠證明他的這個最終的用者他不是從事軍工產業，不是從事軍火產業這些，然後你最終的用途不是有哪些目前被中國大陸列為實體清單的那20家企業，那20家現在別想拿到，所以現在有一項調查，日本最近對400家企業做調查，現在他們整個的平均生產成本現在是上升了大概22點多，22点多，這個已經是競爭力越來越差的日本企業來講是一個很大的負擔。當然日本現在也積極在怎麼講掙扎，然後找尋出路。第一個就是說他們在發展一種無稀土的技術。那可是最近只有突破就在汽車上面，那日產的汽車它尤其在電動車裡面，它可以減少大概90%的稀土的用途，不過這也只在汽車電動車這個項目，另外他們也要建立自己的供應鏈，可是目前成效很少，因為稀土的供應鏈需要時間，需要时间，那所以基本上他們这個現在開始想要找這些廢品，什麼廢冷氣、廢冰箱、廢什麼都拿回來回收，可是大概是所需的大概達不到5%，所以呢這些廢品回收也沒有辦法，所以對日本來講這個問題是越來越嚴重，那麼正往全面崩潰的這個方向走，所以這個過程中我想日本必須要跟中國大陸低頭，如果不低頭的話，尤其是高市早苗，那日本的整體的經濟危機就是無法避免。
好，所以那日本到底會不會低頭？我們現在看到這個跨黨派議員已經前往北京了，那希望能夠好好的談。那接下來還會有商界，是希望替高市來保留一些轉圜的餘地嗎？等一下請尚志哥來帶我們看，因為確實現在這個高市早苗他的壓力非常的大。最新的民調，上次我們說還有將近50%多的一個民調是這個支持他的，現在已經來到了最新低，是每日新聞測得的只剩下41%。那民眾最不滿的就是物價、日元跟債務的問題，甚至呢，這個民眾還抱怨他說都沒有好好的回應這個外界對他的各種的一些批評哦，都說他只會用社群來回應。那在野黨批評他叫做 SNS 首相，甚至石破茂是不是故意跟他拉開距離呢？石破茂在這個時候突然間說，日本應該反省二戰，汲取歷史教訓，被視為是跟高市早苗要拉出距離，真的是這樣子嗎？那另外有關於這些議員去北京的部分，是希望能夠幫助高市早苗跟中國破冰嗎？那尚志哥又怎麼看？好，這次這個參訪團呢，是由日本的這個議員所組成的，不是其他的這些貿易界的商人哈。當然，最重要主要是他的這個代表就帶去的这個頭叫做橋本岳，他是橋本龍太郎的兒子。那我們知道，其實對於中日關係都知道，橋本龍太郎雖然在2006年就過世了，可是在此之前，他是擔任過日本首相當中非常少數又有高層的權力，而且二方面他是非常務實的去面對2次大戰當中日本的這些過錯，他甚至參加過中國大陸的918的這個紀念活動哦，所以其實對於，而且他後來卸任之後，他是全身心的部分呢，即使中日有任何的衝突，他全世界在推動日華的這種包括民間的各種交流，包括劍道什麼，還有做生意。所以橋本龍太郎被中國大陸視為是真正的日本友人哦。所以這次他的兒子橋本岳帶團去，果然還是給面子。那這次見到的部分是中聯部的部分的部長劉海興。好。聽到這種人為什麼不是外交部？所以他這個是一個政黨的概念，也就這次他是作為一個雖然不是自民黨的代表，這次只有一個自民黨就是橋本岳，其他全部都是在野黨。但我們都看到這裡面的成員，他基本上是日本國會當中一直強調要保有最後跟中國的這個對話通道的這一群這種主和派的部分的議員，所以呢，他們不算是說幫高市早苗來破冰啦。但是呢，作為日本當中表達一方面的政黨意見，但中國還是很嚴格，只看呢用黨的部分呢來對話討論台海的問題啊，討論這個中日政治互信的問題。當然，橋本岳還是很厲害，因為今年6月的時候，他到中國也是見他了，而且見到的都是包括了外交部、貿促會都是副部級，包括就是副部级等上的還是厲害的官員，所以他的影響力還是有啦。中國大陸也沒有整個砍斷。好，我們來看現在這個部分的影響力，你說真的要怎樣？要看9月的時候，那個岩屋義是代表日本政府跟民間的這種國際促進會的真正的會長，橋本岳是代會長。會長真正如果中國大陸讓9月的部分還是會進門的話，表示還不能說友好，但是表示是民間的部分的對話還是會留着哦，並沒有全部打斷。但我們知道高市早苗現在這最新的民調是我們看到他給的，這是每日新聞，每日新聞是自由派的一個媒體，所以呢說他已經跌到41%，比照大家，然後說他的不支持已經44%追過了，是比較狠一點。但是我們如果真的就要觀察，是從日本 NHK 好了，NHK 的時候在去年10月的時候是68%，然後呢再來跌到61%，在這一次的同樣的就是這幾天調查的部分是來到了53%，所以這個下跌是真實的。那現在其實在日本方面，我們看除了高市早苗當然很受討論，無論現在是自民黨當中內部的前領袖像石破茂在批評，在野黨的領袖當然民主制憲黨本莊支持在批評。另外大家值得關注是日本非常多重量級的學者，包括白鳥浩跟中室木子，其實在所有對於這個高市早苗的批評，都是目前在日本國內對於高市早苗所有的政策，包括中日之間當中最大的壓力来源。好，謝謝尚志哥，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
好，我們趕快看到軍事上面的消息，飆風又成為中國大陸戰機的磨刀石了。今天要特別來看到是，記得嗎？上次殲10 C1不是一戰成名之後，現在呢要對上飆風的變成了殲16正式的出手之外，我們來看到還帶着空警500組成了空戰的殺陣。而另外一方面，我們來看到北非的部分，阿爾及利亞急買40架。來自於中國大陸的殲10，希望能夠進駐北非。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做深度的剖析。好，去年大家還記得把這個殲10 C1靠着印巴空戰一戰成名。今天我們要來看到的是不是殲10 C1 了，是殲16正式的在今年登場了。而同樣備受關注的是一整套它的作戰體系。等一下我們會來看一下細節哦。它一起帶着8月21號這一天，從中國大陸的空軍的部分跨越了2洲4國。這個航程啊，甚至超過了6000公里，就這樣飛，直奔埃及來參加埃及舉行的這一場文明之鷹2026空軍聯合訓練。我們剛剛特別提到，這次的陣容真的非常的華麗。除了剛剛我們說的殲16，我們要特別關注之外，它這一次帶着的包括了空警500，還有運9電子戰飛機，還有它的運油20加油機跟直20直升機等等哦，整套的這個空戰體系，它都給它帶過去了。那麼這一次的對抗科目，我們也來看一下細節哦。中方這一次會對上拿出它的殲16對決的，就是來自於俄羅斯的米格29之外，還有法國的飆風。那雙方會採取1對1，還有另外一場是2對2的一個空戰對決。大家還記得去年的印巴空戰，殲10就是擊落了法治的飆風，所以一戰成名的。今天要來看到的是殲16即將跟飆風來面對面訓練，當然會成為特別的焦點，因為殲16來說它更重更遠，而且載彈量是更大的，要跟飆風來對決，當然備受各界的關注。彭博是這樣報道的，他說呢，這一次的聯訓會讓中國檢視說，自身這幾年做的這個平台，面對西方的戰機的時候，到底表現是如何的？透過實戰就可以來看一下了。那中國官方也說呢，這一次的訓練將從基礎的空戰變成是我們剛剛看到嘛，一系列的武器一起的體系化聯合作戰。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先請教張將軍怎麼看了殲16？我們剛剛說了，帶領了這麼多一系列的武器哦，直接是飛去了埃及。中國空軍已經具備把完整的空戰體系都給遠距投送的能力嗎？那殲16這一次又會再次的對上的是上一回的飆風哦，它的優勢是什麼？那整套的殺傷鏈會不會成為這一次特別備受關注的部分？張將軍怎麼看？我認為中國大陸是要向上來做這個驗證，他不要又是拿這個殲10 C 來做驗證，對米格29跟飆風戰機，因為上一次在去年2025年的5月7號的印巴空戰，殲10 C 已經驗證過了，但是殲16還沒有驗證。那為什麼不做向上驗證？要超越，你不要保持原來的水準，所以他就派了6架殲16，搭配空中加油機，這個直飛從亞洲從新疆直飛到北非，就是埃及了，不落地。通過了巴基斯坦，然後到阿拉伯海，進入阿曼，然後加阿聯酋，就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再經過沙烏地阿拉伯，通過紅海到達埃及。所以我們看全程6000多公里，那它有空中加油機啊。那換句話說，這個遠程戰力投射跟後勤保障在這一方面要有一定的水準，不然你在這個6000多公里的航程當中，如果出了任何狀況，你馬上就要就近落地。為什麼？因為這個是在外國，在場外，不是在場內，那你這個各種狀況都是比較沒有像在他這個自己中國大陸本土那麼好的來應急來應變。那換句話說，這個在後勤保障，包含它的機務品質，包含它發動機的品質，都要到達一定的水準。我们可以看哦，它發動機的話，這個1分鐘16000轉，12000，看你的轉數了啊。我們拿1分鐘16000來看，你如果連續飛9個小時，大概已經賺了800萬轉，800萬轉，因為你9個小時就是540分鐘，540分鐘你乘以16000轉，你算算看就知道了，800萬轉，你的發動機有沒有問題？你如果出了問題，你在800萬轉出了問題，你發動機附件齒輪槍咬死，或者是主控油器出了問題，那你飛機不是就趕快要落地了？所以我認為中國大陸在後勤保障上，達到了一定的標準。第二個，他為什麼要這埃及來我們來做驗證？那埃及一定輸，為什麼呢？
埃及的這個法國的飆風戰機啊，是老的，他買的都是法國給他的是魚母飛彈跟魔法飛彈。那魚母飛彈是老的魚母飛彈，最多只能打60公里。那這個中國大陸的歼16掛個霹靂15，一打200公里，它能夠打60公里，結果它可以打200公里。那你看看這個射程，就大家就輸了，看這矛看誰長嘛。我是遠程的，你是中程的，我遠程專門打你中程，你還沒打到我，先幹到你，是這個樣。而且你要知道，中國大陸體系作戰，它除了運油20之外，還派了空警500，又派了運9電戰機，都電磁制壓，我電磁把你制壓蓋住，然後我這個飛彈去打你。所以它這個體系化作戰、網狀化作戰、組合作戰，跟你這個單兵作戰不一樣。像上一次去年的印巴空戰，印度的空軍是單兵作戰，傳統式的，大家來這樣打。中國大陸歼17已經在巴基斯坦所運用的，已經變成網狀化作戰。是，那網狀作戰去打這個印度的米格29、幻象還有飆風戰機。那我們知道為什麼用飆風？但是你要想想看，法國這是法國的飆風。我們現在看美國，美國有賣給埃及 F-16，但是是老的批號，舊的，沒有升級，沒有。那美國賣給埃及的 F-16是用什麼呢？是用麻雀飛彈。麻雀飛彈能夠打多遠？60公里。有沒有賣給他 M120 沒有。就跟法國有沒有賣他飆風戰機？有沒有賣他的流星飛彈？沒有。是。那只能打60。那中國大陸一來打200的嘞。所以來驗證的話，那這一次為什麼埃及不派 F-16？你這樣的話你如果派 F-16，那你是給美國最難看吶。所以你就要知道，他們這都有政治敏感度的，这是不能拿 F-16驗證，不要得罪美國。那埃及為什麼不能升等 F-16？以色列因素嘛。所以因為以色列因素，埃及沒辦法買到 F-35。埃及的 F-16 210架也沒有辦法升級。埃及的 F-16也不能買到 M120。那他是不是要另覓蹊徑啊？那像俄羅斯不对，俄羅斯現在不行了。像法國也有限制，那現在可能像中國大陸投石問路，所以才有這一次的文明之音2026派殲16過去。好，所以中國大陸這一次將軍特別幫我們看到這個殲16，再加上一系列的武器哦，確實可以看到它的一些戰力，但是這背後還藏有這個政治上面的意涵。那我們也來看到說，這一次剛剛將軍特別提到了嘛，飛了6000公里到了埃及，這中間經過了這麼多的國家，這背後又有什麼樣子的一些地緣政治的意涵呢？其實現在被解讀就是說，這些海灣國家等於說，因為在這一次的美伊戰爭當中，他們認為美國不可靠了，所以是不是在這一場的這個演習當中，這一場的練習當中，特別讓這個中國大陸的一系列武器飛過去，也等於是說希望分散風險，轉往中國大陸的訊號嗎？是不是有這樣子的一個訊號？等一下請教介大使。那這些武器到了中東地區之後，等於讓多國考慮未來是否直接下單，不是單一戰機，是整套的空戰解決方案嗎？大使怎麼看？對，這一次因為它是遠距離的哈。把整個這個一整套的這個整個的作戰的裝備這些空戰的裝備等於說遠距的投送到埃及，這是一個很長程的一個怎麼講長征吧那展現出來了，剛它沿途所經過國家，還有埃及，還有整個中東地區來講，就中國大陸已經具備遠距投送這種空戰這種系統作戰的一個能力了。那這個就是說，甚至在這些國家發生戰爭威脅，或者說有戰爭的這種情況出現的話，中國的空軍有能力出手救助。這是很重要的一個戰略訊息的，還有戰力的一次展現。那所以這個你剛剛提到，這也是一個整個這一個團隊過去一言以蔽之，它就是一整套。具備超視距系統空戰能力的一個解決方案。那這個是未來空戰的一個大家希望期待的一種能力，也是一個發展的方向。中國大陸現在就把你的 solution 告訴你了，我有這個能力。那它是不是真的有這個所謂的這個銷售這些武器的這一些這個意圖在裡面，你也不能說沒有，
可是問題就是說，像埃及這樣子的國家來講的話，剛剛張將軍也提到了，埃及有這個 F-16，對，超過200架。那你超過200架的話，你這些飛機的話，你現在的後勤維修補給，你還是在美國手裡面，所以你也被美國綁架。所以你今天你要換你的體系，你說我跟中国大陸買這些東西啊，美國很可能就把你的這些F-16的後面的這些後勤補給，他就給你怎麼講？他就來怎麼樣為難你，或者說讓你打消換這個武器系統的可能。所以事實上它也有實際的困難。不過中國大陸這次是把最先進的這一套裝備展現在這個世人的眼前。那麼還有就變成就是說，這裡面也強調了一點，就是說中國可能以後的武器銷售模式它是不會增加很多政治條件的。那這個是可能就是說，像美國啊、蘇聯啊、俄羅斯他們這個銷售武器的時候是一個不一樣的一個狀況。所以我覺得中國大陸這一次這個千里迢迢把最先進的這種電戰、這個空戰的整個系統呈現在中東地區的話，我覺得那個後續的影響會慢慢都會展現出來。不只有在銷售軍武方面，我覺得對於這些國家將來調整他自己的全球戰略上也會受到這一次軍事，尤其空軍系統作戰，這個遠距系統作戰能力的展現那麼會改變他們對中國大陸的這個評估，還有就是合作的方式。好，所以我們看到中國大陸這一次等於是向中東展示了他們的遠距投送的一個能力那當然，中東國家或許在這一次也會特別考慮未來是不是做一個分散風險，就是不要把一個籃子全部壓在美國身上。或許大陸的武器也是他們另外一個考量點。那另外一個國家，我們來看到的就是這個北非了。現在傳出呢要跟中國大陸來訂武器，也就是阿爾及利亞說要跟中國洽談。採購最多是30到40架的殲10，順便還搭配了包括4到5架的空警500預警機，還有呢運20等等的大型運輸機。之所以特別值得拿出來提，是因為要知道這個阿爾及利亞過去其實大部分都是使用俄制的武器。那阿爾及利亞一開始其實他不是考慮買殲10C，他其實一開始的時候他考慮的是要。他一開始想要買的是殲16，但是殲16現在還是大陸的主力的這個重型主力戰機，所以是沒有辦法出口的。那他之所以想要殲16的原因，是因為呢，這個跟他長期使用的俄羅斯的蘇30這一類的雙發重型多用途的戰機，在作戰的思維上還是比較接近的。那如何看阿爾及利亞這一次的下單，等於大陸的軍機已經打開全球的軍火的市場嗎？尚志哥怎麼解讀？好，首先這次備受關注阿爾及利亞的這個消息，主要還是這次中埃跟埃及的這個軍事演習啦。眾所皆知，有一個國際當中軍事委的潛台詞是什麼呢？就當大家開始有一個跨國的軍事演習的時候，其實大家都在看貨。或者是說這個到底怎麼樣所以特別是這次中埃演習當中，是一整個所謂的這個中國當中的打擊的軍力去，所以到那個地方呢，雖然這次殲10C沒有去但是呢也都知道這次去的原因。這次所謂叫做文明之音的中埃演習，雖然只有8月到9月，但有很可能因為現在其實埃及的媒體就傳出說，有可能會最後中國的軍隊這個軍機在那邊駐紮到半年。因為現在重點是為了蘇伊士運河，埃及非常害怕美國跟以色列突發式的掠奪式的就把蘇伊士運河拿起來，所以這是很緊急的這個中埃的演習並不是表定的，但也就因為到北非了，所以大家赫然發現說，北非的部分不只是阿爾及利亞。原來連摩洛哥都對中國大陸有在接觸，要買中國的武器，北非都看上了其實這次是阿爾及利亞的部分，除了剛剛思明講到的這個部分內容之外其實包括摩洛哥知道他的所有一切都是美國、歐洲的這些所有的軍機，但是他想要買中國的無人機跟一些輕型的裝備，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到啦，北非的部分確實很突出。剛剛其實思敏提到的，這裡頭長久以來阿爾及利亞就是買俄羅斯的，而且70%以上都是俄羅斯的軍備。然後這裡頭我們看到像摩洛哥，就是因為是美國的重軍機，那邊有美軍基地。最近這一陣子是不是要打地面戰？美國當中有8個這個所謂的他們的派出的演習都是在摩洛哥的海岸那邊在做登陸演習摩洛哥有 F-16V， 甚至說現在在接觸要找買 F-35A，
那到這個階段的時候，所以阿爾及利亞，因為他們都是2個摩洛哥在競爭的，所以他當然要趕快來補充他的這個軍事的。特別你看他擺的這個東西，主要還是跟所謂的這種防禦力。好，不是攻擊防禦力的大腦，所以這個空中預警機空警500就是在這裡非常重要的哈。再加上現在我們都知道，美國或者是各方面你賣武器的時候，它都不是像中國賣武器這麼單純，他們都要加碼一些政治條件在裡頭。所以這就為什麼最近中東戰爭之後一直到現在，很多所有的包括波灣國家都很想跟中國來接洽看看。但這裡頭不是說就不要俄羅斯了，對於阿爾及利亞來說，它算是互補的雙供應。就是說增加了中國大陸的這個供應。是我們知道，其實這一次來講看，這次中埃的演習，北非就原先在接觸的就浮出台面了，如同這次美伊戰爭呢，包括我們都知道沙特啊、阿聯酋、伊拉克、卡達，其實都是在跟中國接觸要買武器。我認為特別值得關注，除了現在中埃演習之外，非常重要的是中國跟阿聯酋，我覺得最妙的軍事演習，現在正在新疆進行，而且是阿聯酋據說超過80%以上的空軍軍力，全部到新疆。跟中國的部分在做聯合軍演，這個實在太妙了哈！當然，在戰略上，就阿聯酋現在很害怕被美國徵調去他們的這些軍事武器去打伊朗，所以乾脆跟中國在新疆做軍事演習哦。這個在中國大陸之間討論非常兇。再加上阿聯酋不是準備要買武器嘛，所以中國大陸現在是剛剛講無人機、輕型裝備，全球可能都會接它輸出。再進一步呢，才是進一步看到的一些防空武器跟海軍艦艇，阿爾及利亞就買了海軍艦艇、護衛艦，最後才是高端的戰鬥機。這大概就是中國大陸現在對國際輸出當中的這個次序。好，謝謝尚志哥。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美伊戰事現在最新進度是中俄聯手要撕開這個經濟低地，我們等一下來看細節。中國大陸的時候呢，這個部分不甩制裁；俄羅斯的部分則是狂補跟伊朗之間的南北鐵路。貝森特美國財長這時候提出的5大招又不敢重打北京。等一下就這些議題我們會做深度的分析。好，先來看到川普聲稱的說要給伊朗下一場的就是經濟版的諾曼底登陸，到底實施的效果如何呢？貝森特已經公布了細節，鎖定的就是伊朗5大領域要來進行制裁跟封殺。這5大領域涉及到數位資產、科技、黃金、航空跟航運等等，警告全世界，如果有誰敢繼續跟伊朗做生意的話，未來就會直接被踢出美元的金融體系。好，在這個消息確認之後，市場的第一個反應竟然是油價直接下跌。分析師是這樣說的，他們說呢，貝森特你提出了這麼多的一個制裁的方法，但是我覺得呢是了無新意的，市場對你的制裁並不看好，因為呢我們要來看到沒有立刻制裁，你還是沒有立刻制裁跟伊朗做生意的國家，也沒有封殺中國大陸的這一些大型的銀行跟煉油廠，你是不是不敢呢？比較像是你美國只是做一個口頭上面對全球的警告，要他們開始在中國大陸、在伊朗之間還有美國之間選邊站，路透直接酸了哦。這個美國呢，你說所謂的諾曼底登陸，怎麼現在看起來比較像是安濟奧登陸？而現在更麻煩的是，川普得面對中國大陸跟俄羅斯是不願意配合的。中國大陸外交部講得非常的清楚，說有關於伊朗的問題，他反對的是非法單邊制裁，也會採取必要措施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那俄羅斯的部分，我們也看到哦，同樣是完全不配合美國的，甚至繼續推進跟伊朗之間的國際南北運輸走廊西線最後的關鍵缺口，也就是我們今天要特別看到的這一段南北的鐵路，總長現在說是達到了7000多公里。
裡，從俄羅斯向南經過伊朗，最後會連接波斯跟印度。對於伊朗來說，這邊特別的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可以運送，包括了糧食、工業產品、機械設備、原油等等，都會靠這個南北鐵路可以做持續的運送。所以貝森特嘴巴上喊的經濟上面第一類的制裁，還提出了5大領域，說任何國家幫忙就會被踢出美元體系。但是中伊又同時在替伊朗建立另外一條生命線嗎？介大使如何看？這個第一個，美國不敢把中國踢出美元體系，因為美國事實上還希望中國大陸留在美元體系，多買一些美債。對，如果中國大陸現在就拋掉它美元體系，拋掉它手上6300億的美債的話，那美國的這個債務危機會立刻加劇。所以事實上的話，這個美國能夠這個施展它這個政策的所謂的它的裁量空間是很有限的啊。另外一個就是事實上的話，伊朗過去它在這個它的這個石油貿易裡面啊。即使在美國有制裁的時候，還有就變成聯合國有制裁、美國有制裁的時候，伊朗的石油基本上外銷80%都是中國大陸買的。那中國大陸買這些伊朗原油的這些廠商呢，都是所謂的茶壺油廠，他們都是比較小的這些煉油廠，一些民營的小的煉油廠。為什麼這些廠去買？因為他們這種跟國際貿易跟海外的聯繫是比較少的，所以呢，你美國想要制裁這些茶壺油廠，第一個資訊比較難得，第二個它跟美國就是說伊朗以外的市場的依賴是很少的，所以美國也沒有辦法下手，所以現在還是一個同樣的情形。那伊朗現在的情況事實上是戰爭的時候是造成它的這個，其實它的這個每天的這個能夠生產的石油量已經減少了，大概只剩下20%了。所以你現在事實上你要再把它要把它完全切斷，也不是那麼容易的啊。它能夠還維持到大概一天有29萬桶左右啊。那麼過去是一天有170萬桶，所以這個量已經你要再把它這個最後的供應也完全把它全部都把它壓擠掉也不是那麼容易的，因為這表示它還是有它的一些市場剛性的市場。你美國跟伊朗打了那麼久的戰爭，也都沒有辦法消除。是。那所以第一個，中國大陸這一方面，它就已經造成一個大漏洞了。另外就俄羅斯，俄羅斯跟伊朗之間可以以物易物，而且他們過去很長一段的時間的話，就形成了一個貿易鏈，基本上已經不用美元了，因為俄羅斯的整個貿易政策就是擺脫對美元的依賴，所以這條線路美國也沒有辦法，無能為力。所以基本上有中俄兩國繼續跟伊朗進行各種的這種貿易跟經濟往來的話，美國這一次什麼 D Day 啊或者 F Day 啊，注定失敗。好，那另外一方面我們也知道說，這個伊朗喊話說要跟這個美國繼續打，甚至可以打到這個非常非常久，一路可以拖到2027的分析師是這樣說的。如果說中國大陸持續的能夠跟伊朗買油的話，那確實伊朗的政權就可以一路打到2027。而且另外呢，伊朗高層現在還在研究如何反攻。我們來看到 CG 的細節，包括大量生產飛彈、無人機，擴大革命衛隊的軍事體系的控制，協調也門、伊拉克跟黎巴嫩的代理人，威脅海灣的能源設施，甚至把研究的戰線已經往歐洲來做延伸了。現在呢是說希望能夠德黑蘭的這個打法要拖垮，包括了川普的油價民調、期中選舉來逼他就範嗎？那有關於中俄的支援的問題，尚志哥又怎麼看？好，首先我覺得這次對於美國這個所謂的諾曼底登陸的經濟制裁，我覺得也不能小看啊。就是我們還要仔細觀察一下，因為美國對於伊朗的制裁已經長達50年了，可是呢，這過程其實還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那我們這次要看的重點是什麼？第一，要看美國除了制裁伊朗之外，這次最重要的是叫做次級制裁，
也就是制裁那些跟伊朗往來的国家跟地區。也就是說，如果美國很嚴格的對這個刺激制裁實施非常詳細的話，就很細緻的話，其實壓力會很大。第二個觀察重點是，美國手上有非常多工具來制裁，以前也不是真的很認真制裁，但如果真是認知到所有工具疊加上去，伊朗也真的是會有很大壓力，不見得受得了啊。那從幾個角度，首先我講第一個部分是伊朗的能源收入，眾所皆知嘛，它這個幽靈船隊，可幽靈船隊都知道，馬來西亞那邊停了很多幽靈船隊的船，在新加坡在偷偷結算這些錢，阿聯酋這個地方有很多伊朗的幾千家公司在做這些事。過去美國都沒有盯，但如果美國硬盯下去呢，而且不止油，還有石化產業都是相關的。第二個就是金融支付，剛剛提到這些，如果卡你的金融支付很深很深卡，因為伊朗過去都用黃金跟一些加密貨幣在進行嘛，其實美國沒有緊盯，但是這些加密貨幣美國都已經伸進去了，黃金它也卡得了，包括第三方金融的銀行業，全世界其他國家銀行業，如果美國緊盯，還是有壓力哦。所以第三個部分是航運跟保險。伊朗還是要買一些這民生物資等等的，所以它的貨輪這些保險不給你，你就運不了，所以這個東西都還可以殺下去。第四個是它這些工業的這些所謂的設備零組件，還有一些民生的藥品，那它的一些煉油廠也都是要有這些零件，所以這些東西如果真的美國下定前就要殺的時候，其實我覺得也是蠻恐怖的。所以剛剛除了大家講中國跟俄羅斯，當然是它的最後的要支撐的，可是知道中國一定是低調了，都是只能幫助伊朗的基本盤，不可能加碼。俄羅斯現在也想加碼，但是烏俄戰爭之後，他沒什麼力氣。現在還有第三個可能是什麼？就是金磚國家的銀行的融資。那這個部分他因為伊朗已經加進去了，當然這裡頭也有美國還是會往這個刺激國家打下去，但這裡頭好像有第三條路值得注意哦。所以伊朗總體來說面對的，其實你不要覺得中國、俄羅斯對他這些都是國際上都是利益。伊朗要進行的是一種抵抗式的生存，所以要看他內部韌性可不可以。但美國如同說的，到底會殺下去嗎？因為你一直殺伊朗殺到死，全世界的油價這個推波的部分還是震動到全球經濟，所以不是說真的可以把它殺死。伊朗是跟全世界連在一起的。好，這個是我們看到美國在經濟上面對於伊朗的最新的D-Day的制裁。那軍事上面我們也看到，因為呢，它對於伊朗的制裁也持續的擴大，現在幾乎所有的兵力都往中東去投送了，也出現了非常多的問題。我們來看一下細節。最新消息，美國取消了原定呢下個月要跟南韓舉行的大型的雙龍聯合登陸軍演。原因美軍陸戰隊直接告訴南韓說，現在我們的中東地區啊都是兵力真的抽不出人了，甚至美國還把2000多名原本部署在日本的陸戰隊，還有華盛頓的航母等等的力量，全部都放在中東了。現在印太可以說非常的空洞哦。這邊最諷刺的是，現在前線的官兵家庭出現的問題。我們知道林肯號在這個海上已經部署了9個月，這個海軍準備要回家的時候，卻發現自己的父親因為沒有合法身份，被佛羅里達這邊遭到了 ICE 的拘留，所以爆出說有缺兵的問題，還有軍心潰散的問題嗎？張將軍怎麼看？美國這一次跟韓國演習要雙龍演習2026，那這一次本來是8月17號到8月27號，總共11天，整個砍半是15天，這是聯合反登陸反登陸演習的。那這6天不演了，那這樣我認為美國是2個雙重考量。第一個軍事層面，美國現在聚焦在中東地區，它並沒有調度出的問題嘛。你剛才所講到林肯號，從去年11月21號出港，到現在為止8月25號了，你看是不是已經9個多月了？你9個多270多人在海上，你官兵誰受得了？都沒看到陸地啊，天天在這邊呢，那家裡有事自己也沒辦法脫身啊。這個軍隊的士氣跟戰力都受到了影響。你這樣子說兵力調度出了問題，你這不還在搞演習嗎？趕快聚焦到中東地區嘛，這個演習先擺到雙龍演習先擺到一邊。我認為是軍事考量之一。其實講考量之二，現在美國缺兵還缺彈。你看這在這個伊朗戰爭，它的光愛國者飛彈呢，就消耗了65%，剩35%。我說彈的都已經不夠了，我現在是要大家要深仰反省，不要再浪費在這個在這個東北亞演習，聚焦在中東，彈要補一補，錢要省一省，不要在那邊再分攤了。我認為軍事演習，軍事的考量是2個，我認為最重要還有個政治考量。政治考量有3點，第一個要跟金正恩要見面，演習先砍半，金正恩會不會高興？當然高興嘛。你不要再演11天，那個金正恩會說暴怒生氣，是為了我，你就是砍半了，11天變成5天。我認為政治考量。第二個政治考量在什麼地方？我認為是
南韓這一次沒有幫美國在伊朗上面打到荷姆斯海峽，南韓派到軍艦去嘛，支持一下嘛，南韓沒有派任何一兵一卒。你看，那今天那你出錢好不好？我这個發好多軍費啊，你幫忙出個錢，南韓沒有出錢，你又不出錢又不出兵，那我今天我美國還給你搞雙重演習嗎？不要了，政治考量在不會要。第三個也是最重要的，川普要韓國每一年出100億美元，我駐軍28000。